我记得有句诗，你念过的，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吧。九个。有请，有请。哦，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啊。北生，我听说田家泰就死在里头，你不忌讳啊？何晨兄走了以后，这里就成了逆产，还是周部长照顾我。我想着，故土思故人，留着有留下来的好。长庚兄，哎，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？何晨兄请客，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，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。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，要是再丢失了，还得仰仗长庚兄啊！别，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，哪能用得上我呀？但是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，林某愿效犬马之劳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了，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，剥削食盐，但是据我所知啊，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、鸦片，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。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？江浙2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，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？哎，来，各位，这边请。长庚兄，上座。好。何先生，这儿。哎，来，2位夫人，请坐，请坐。咱接着说，其他地方呢，交通不便，战事不息，购买力也不行，小打小闹，走私还可以，要办公司的话，实在是吃力不讨好，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。所以金兄啊，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。何先生啊，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。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？金次长，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，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？愿闻其详啊。猪鬃。猪鬃呢，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，可是运到了上海，就得是5万。如果能运到美国，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。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，在全世界都很紧俏。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，其次湖南，可都在国统区呀。反正啊，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猪鬃，数以百箱计。金兄，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？200倍的生意，岂有不好之理呀？何先生，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。哎，不敢。我要好好的敬敬2位，也要敬长庚兄、慧茹姐。来，李姐，来，金次长。好酒。来，夫人。慧茹姐，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，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。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，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，好不好？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，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。
但是都是自己人。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，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，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，对不对？弟兄，我呢跟你不一样，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，都是在骗老百姓的。我的逻辑就是，如果你想做成大事，那必须得有钱。那有钱的这个前提，你一定得有实力啊！啊，你说呢？瑞生啊，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，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。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，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，这出生入死，鞍前马后的，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，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，事情都是长庚做的，功劳让别人拿，你觉得合理吗？我也知道，现在啊，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，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。哎，说这些做什么嘛？我说的是实话呀，血腥气不重，这政府能搞起来吗？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？你们不是都知道吗？前几天邵老就被人给丢了呀，多可惜啊！哎呀，这提到邵老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，邵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。哎呀，你说提起他，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，真的也是多亏了邵老的提携呀。但是后来这个邵老啊，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，哎呀，所以就渐行渐远了。再往后呢，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，可惜呀。有什么可惜的？这呀都是命，对吧？长庚兄，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，非常实在。起舞我从不站队，谁的人也不是，凭的就是公心、良知。但也请慧茹姐放心，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，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，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警政部长的人选。如若是办不成，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，我去特工总部报道，给长庚兄当秘书。不说这些，不说这些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是笔杆子，他是刀把子，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。那汪先生的话，别人才听得进去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就听慧茹姐的，言出必行。来来来，我们端起此杯，都敬长庚兄。一起，一起，来。来。何先生，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，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？金次长，我们的确是见过的，而且就在此地。此地？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，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，击节而唱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去。包子。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？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，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：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，对应着仁义礼智。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，何某深受启发。哪里，何先生，您才是真人不露相。哎呀，没。哎，二位是之前就认识，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？哎呀，何兄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金兄啊？金次长，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，当代大文豪，
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，是吧，长庚兄？哎，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。啊，我也在田府待了很久，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。我们何太太啊，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，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。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。微乎，知于无形；神乎，知于无声。好，真好。金次长过誉了，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，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。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，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，在那边呢主要是代老板关照。当然，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，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，不只是朱宗，什么纱布啊、金鸡纳霜啊，还有桐油，我们。你不要乱讲呀，桐油哪里弄得到的？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。重庆向美国借款，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。然后好好聊聊，挺好。好，大家吃啊。起舞投身和平运动，问心无愧。我是费尽了心力，东挪西借，买下了这块宅地，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。1年多了，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今夕何夕，得见贤伉俪。金次长，这话作何解释啊？当时传言，早有义士潜入田府，力劝何晨兄离户妇孺。何晨兄终下决心，冒死牵肠。不料事成之日，日人为辅，刀剑相逼何晨兄，令为玉碎，与敌同济。一时或捕或逃，不知下落。今见二位，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。如今，何晨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，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？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金次长，冒昧问一下，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，还是主张抗战？我主张和平，但也不反对抗战。只要是对国有益，其武
并无成见。但举两例：第一，国府组织和平军，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，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，能够解体防务，维持治安，并时刻监视新四军。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。第二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，汪先生，其实大都知道。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，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。二位能够深入虎穴，与魔同舞，真乃豪杰之士。金次长，你有话可以直说。毕师兄，何夫人，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真兄，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。何真兄未尽之业，齐武愿以身完成。可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，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。明白。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，有还无。何夫人，所言甚是。那金次长，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？多多益善。哇，小贝贝，哦呦，阿姨来了啊！阿姨来喽，阿姨来喽，不害怕啊，不哭不哭，哎呦不哭不哭。何先生，你来啦？啊，玉娇去送货了，我来接月明。哦，不哭不哭啊，不哭，宝宝不哭不哭啊，好孩子。金大姐，就是哎，我想跟你聊聊。有事吗？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，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，我想帮你们做事。哦，宝，李大姐，来啊，不哭，乖，刚送进来的，你就按现在的时间登记，然后给他洗个澡，称称体重，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。好，辛苦了。那我们这边聊。林长庚啊，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、党工、政客、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。他们呢很有野心，但是心中没有信仰，没有忠诚，没有家国。这样的人，他们的下场往往就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，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。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，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。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够更细致、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。我们呢，周旋于日本人、汪伪、军统之间，实际上，无论是敌也好、伪也好、重庆也好，不过是纸老虎。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，各具山头，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、利益、义气之争。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口隙，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回转的空间。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，那更是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是有基本的原则，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。做得好的话呢，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；做不好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是要掉脑袋的。
所以说，我们这个战场斗争，它的残酷性、激烈性，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。万福，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？英哥兄，李峰兄，你这个发明创造，我可是心服口服啊！你是心服口服了，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。张团长，副范，你看我们把谁带来？张团长，韩小月报道。炒菜呢？来，我来。不用了，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。你先跟我说说，你的队伍现在已经开到哪儿了？芜湖，不对，太仓。不，你挺能耐啊！你这仗开得这么快，照你这速度，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？这怎么守城啊？下去。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，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，不给他一些好的战果，能出事情。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，他立马拍案而起，面红耳赤，差点撅过去。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啊！万福啊，哎，战况怎么样啊？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？打到上海边上了。上海啊？什么地方啊？罗店到罗店了。说是啊，已经打到罗店了。什么？罗店？罗店不是你们87旅吃亏的地方吗？对呀，就是那儿。好，血债血偿，彻底清算，打回去。打回去！来，太爷，我去拿碗筷去啊！哎，不对呀，万福啊，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？太爷，小鬼子现在没有能力了，他们的舰船都没了，都开回本岛去了，哪有什么舰炮啊？而且，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，强弩之末，别说重武器了，轻武器都没多少了。而且，您不是不知道，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，眼睛也花，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，您都没听见。嗯？是吗？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，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，啊，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。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。你们不信啊？我吃过的盐啊，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。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。比如每一次我来推测云魁的战士每猜必中，对吧，玉娇？是的，爹。抗战打到今天，
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。等到上海光复那天，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，啊，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，烧死那些汉奸。今天可是太开心了，万福有酒吗？酒。有，哎，有酒，拿酒是吧？拿酒。哎，抗战胜利了，万福、玉娇啊，你们想过没有啊？抗战胜利以后，你们有什么打算呢？哎，你们别忙，坐下，我有话要对你们说。将来抗战胜利了，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？啊，万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？你瞪着我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不糊弄，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，我早就这么想过了。万福啊，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，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，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，我是满心的欢喜呀。玉娇啊，我老了，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，你们也不要瞒我啊，我自己非常的清楚。我想万一我走了，你跟月明怎么过呀？天，万福这个孩子啊，虽然我吵他骂他，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，我教他签字文，给他讲屈原，给了他云魁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，这弥补了我的遗憾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。咱们这一路走来啊，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尺啊。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，他是好孩子，你也是好孩子。按照过往，人们会说让你守节，守节个屁！只要你们过得好，让月明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长大，我张路贤此生足矣，此生足矣。太爷，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，我就是一只小爬虫，有很多的事，很多的话，我都不敢想，我更不敢说。这些年在外边，我叫您爹，可是回到家里，我一直叫您太爷，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。但是您今天说，您把我当儿子，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。我今天旅长没了，这几年呢，小月她一点音讯也没有，她应该是十有八九。月明，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，除了他娘，就是我。我孟晚福这辈子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，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。玉娇，
你怎么想啊？爹，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？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。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，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，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，让月明好好的活着，其他的。万福很好的，特别好。说实话啊，刚刚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确实是瞧不上你，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，你说不要，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。如果没有你，也就没有我，没有我们的今天。那个雨夜，你把我背回鲁太居，给我做了一碗热面。我说入够。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，你就是我的依靠。但是，我还是要说实话，直到现在为止，云葵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。爹，我很感谢您。谢谢您这么开明，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，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。但如果是因为万福对我好而选择，这是对万福的不负责任，也是对云葵的不负责任，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。我懂，你们都是好孩子啊，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。我等你们，来，咱们喝一杯，来喝一杯。那爹说好了啊，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，就一杯。孩子们，咱们这一杯呀，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，干杯！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，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。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？我这2天也在想这件事，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。万福啊，玉香，南牛改革军万岁！月明，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。月明，
月明啊，南勇这个旅，反对！中国军队万岁！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！中国必胜！上海光复！中国必胜！中国必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这么回事啊！你看，楼顶有人。爷爷，那暴风着。中国必胜！太爷，太姐，中国必胜！上海光复！爹，在上面干嘛呀？太爷，你干什么呀？太爷，你干什么呀？太爷，太爷，怎么了？怎么？太爷，你干什么呀？太爷，上海光复！中国万岁！中国必胜！
9个月亮。爹已经走了，你睡爹的床吧。在我心里，爹没走。在我心里，他没走。他就在这儿呢，我要守着他。你听见了吗？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。爹不会白死。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。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，都要脱帽、行礼，就试图鞠躬。我们被人赶到街上，迎接日本人进城。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？又痛苦，又屈辱。但是，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。这是爹种下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。所以，爹不会白死。你说的对，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。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。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，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了。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。为父过节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，我希望你能在场，当我的见证人。给我。曾大姐，我也想入党。为什么想入党？我想杀鬼子，我想替太爷报仇，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。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，我做不到。
那你了解党吗？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。我是说心里干净。我这个人吧，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活着比什么都强。直到太爷教给我，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，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咱们旅长、田先生、太爷，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，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。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。如果我要是入了党，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，不对，是有依靠了，归属感。归属感，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，它就不浪费了。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，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还有你们能帮我。贺先生，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。晚福。首先啊，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。其次呢，我也特别的高兴，你有意愿入党。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。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，怎么样？万福，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。虽九死，其犹未悔。好，玉娇，我们开始吧。我宣誓，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，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。遵守党的纪律，遵守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，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。要做群众的模范，要做群众的模范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有信心，对党有信心，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，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。宣誓，宣誓，丁玉娇。何先生回来了啊！啊，现在就出去啊。万福老弟，当你看到信时，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。太爷之死重于泰山，令人敬仰，发人深省。汉贼不两立，王爷不偏安。
租界既已陷落，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南关以来，我虽奉命留神报国，但无时不在担心被逼落水，无刻不在寻找生机。可惜机会来时，未及带走老弟。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，尚需多加小心。廖丰年。你怎么来了？出事了，廖丰年跑了。万福来了。曾大姐，怎么了？租界的天大了，满大街都是日本人，他们占了英美各国的银行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，说要关进集中营。我刚刚来的这一路，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、打洋人，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，哪儿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啊？也是没想到，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里边说，曾大姐，万福，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，进我们江户商贸，把账本拿走了。诡异的是，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官派来的。这松吉官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，梅机关的死对头。这松吉官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，垂涎已久了。这日本人争风吃醋，鬼打鬼，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。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，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。现在事态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，还要坏。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，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。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，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。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，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。只要稍微一查，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。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？这是最后一批了。那所有线上的通知，包括联络点，包括水、陆、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，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？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，但是最终确认安全，至少需要1天1夜的时间。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。你不走吗？就1天1夜，我必须回去上班。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，哪怕他们起了疑心，也不会动手抓人的。我要是消失了，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。而且，我们要一起撤的话，目标太大，到时候都走不了。这也太悬了。你放心，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。拉大旗做虎皮，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，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。只要我不进松吉关的宪兵队，我就有周旋的余地。哪怕是进了宪兵队，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，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。可是，真的太危险了呀！你不走，我更危险。我得冷静下来，耐心的跟他们周旋。太爷以前教过我，事缓则圆。只要他们不抓住集运商行的把柄，重庆和汪伪的事情，他们谁说得清楚？他们只要帮我就胡乱攀扯呗。你想想，那些部长、司长，还有他们的太太们、亲眷们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。
我怕什么呀？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，那我就把他们死着拽着一块掉坑里。这个坑太大了，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，装糊涂，谁都别想过关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，尽量全身而退。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。是真的吗？我有办法，靠得住吗？相信我。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，赶紧去接月明。哎，曾大姐，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。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。万福，要小心。喝茶能有什么危险？走了，再会。再会。照顾好月明。好。金兄，这位是赵子珍，赵先生。赵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日人自掘坟墓，对抗美英，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。4年抗战，到今天，终于见到曙光了。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，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。我始终认为，抗战是理所应当，和平是不得已，只能坚持一个原则：随机应变。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。金先生，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。子珍兄，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，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？哎，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，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犯了。我明白，那就请子珍兄指示。一，电台安全。您的书城之意，我已经告诉赵先生，赵先生也跟戴老板汇报了，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，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，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。但是，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，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。赵先生，就请留在我的府上，假扮成我的文友，或者是机要秘书，绝对安全。毕师兄，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不瞒金兄，何某人现在麻烦大。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，林长庚这个人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万一出了问题，
他一推625，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！如果到那个时候，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，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！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。季兄，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？明白了，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，平安着陆。毕师兄，您做个选择，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。清乡，金先生在清乡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，安排个位置，应该不难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去到清乡干部培训学校，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，通过1年半载就毕业了。到时候，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乡公署。你看，不愧是金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，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，佩服。赵先生，其无所作所为，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，拳拳之心，苍天可见。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，还有留宿的房间。晚饭之后，我们3个人再商量此事，好不好？我还没说完呢。赵先生，请讲。学会闭嘴。你。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？多保重。你也是。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乡系统的人。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。你放心，我有数。月明，1942年，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。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、烧杀抢掠。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。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，断粮、断药，想把抗日力量饿扁、冻垮。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，一手握锄，一边以麻雀战、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，一边发展群众，军民同心，开荒种地，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。这一年，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，云葵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。万福爸爸在上海，我们一家人在3个地方，望着同一个月亮，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在1943年春天，云葵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。整团头围，没错，整团头围。
鱼藤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，它的交通线是苏北、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。应聘太难，丢了呢又太可惜，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：整团头尾，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，控制交通线，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。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？先头尾，然后给证明？实话实说，没有。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尾，敌人不会相信。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，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，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、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。云奎兄，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，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。参加这次行动，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，你是宁可战死，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。但是鱼藤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如果敌人占领的话，就会滋敌养敌。云奎兄，战争打到现在这样，拼的不是别的，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。云奎兄，你想想，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，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，让鬼子一日不安生，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，这才是最实际的，也是不可计数的，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。我同意了，于峰兄。你刚刚说了，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，形势这么严峻，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，我顶这点污名，受这点委屈，这不值一提。再说了，我是一名军人，成熟的军人。军人不光要有战略，还要有政略。我们不能只看眼前，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，要以大局为重。我懂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，我一直在找答案。什么是无形之剑？找到了。上次的苏中之行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，给了我很大的启示。回到海文之后，这2年，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，我们有自己的火烧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，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。我终于明白了。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仁都是没有意义的，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。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，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只要我们把4万万同胞凝聚起来，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，最终获得解放，获得和平。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，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。讲得好，云贵兄。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，所以才相信；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，所以看见。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，唯一的路，也是最正确的路。军区首长还有2点要嘱咐你：第一，这件事要严格保密，除了团部的人以外，不能有其他人知道。第二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、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，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。报告，司令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出发。云贵兄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，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。实在抱歉啊，
因为情况比较特殊，我没办法把党替代了。延安在哪个方向？在那边。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。好，来。我宣誓。我宣誓。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。遵守党的纪律。遵守党的纪律。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。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。要做群众的模范。要做群众的模范。保守党的秘密。保守党的秘密。对党有信心。对党有信心。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。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。宣誓人。宣誓人。张云奎。宣誓毕。月明，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尾真潜伏的秘密任务，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。不仅百姓会误会他，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，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。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。这时，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，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，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文。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，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文鱼塘镇。那时候，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？被人发现多危险啊！夜深了，没人能看到。这还是傅帆姐教我的。来，水都打好了。嗯。饭热好了。叶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？老刘什么态度？都安排好了，老尤也被叶盛说服了。你那儿怎么样？我啊，基本谈妥了。但是说心里话，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，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。但我知道这是任务，需要跟敌人周旋，必须执行好。你怎么了？出事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叶盛说，傅安杰牺牲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半个月前。师部疏散的时候，傅帆姐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，说她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。鬼子围上来的时候，傅帆姐拉响了手榴弹。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了。老谢之前跟我说过，
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，而是为了身后的爱。每个共产党员，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。小月，为了身后的爱，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。我记得傅帆姐也跟我说过，忠诚和爱是一样的，只有自己见证自己，不需要别人见证。断头今日，亦如何？创业艰难，百战多，此去泉台，招旧部，旌旗10万，斩阎罗。月明，夫人，月明，夫人，夫人。你这臭小子，像个鱼一样，你看着吧，想不想我？想。这个，爸爸这个，哎呦，不是明天才到吗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过了3条河，换了4艘船，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，还是天黑了。想着你明天要来，趁着还没有打烊呢，去买了一些菜。月明给你抱了个冬瓜回来。哼，那你们吃了吗？还没，你也没吃吧？那不正好吗？这有1年没尝我的手艺了，想想。月明，想吃你爸做的什么菜？包子。哟，月明想吃包子，行，那咱们就做包子，走，做包子去。哎，厨房在那边。厨房在那边。哎呀，月明给我指路啊。在那边。好嘞，一会儿我做包子，你劈柴，行不行？行。走。你这1年多是怎么过来的？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，他说咱俩都是高人，我找黄瞎子帮忙了，我就利用他想跟重信搭上线的心理，让他送我去了金乡干部学校，我在那儿待了1年多。毕业之后，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，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，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，跟海门金乡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。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，
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文的经济专员了吗？哼！1年多不见，何必是先生活得挺通透啊，什么路子都能趟通。那是，太爷教我的那些啊，我全用上了，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儿。鱼塘镇这边啊，有个绥靖团，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，团长叫张斗鬼。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，其实是我们自己人。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，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，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；再一个，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，帮助张团长。那这个张团，人你见了吗？还没见到，我也是刚来。中秋不是快到了吗？葛知远会办一个宴席，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。怎么接头啊？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，摆出一个靶，我们要摆一个钉子。随后他会说海文有3宝：翡翠码头迎进城、青石牌坊、双飞楼、琉璃宝塔13层。你要回答，塔上有7个铜铃，4个明朝的，3个清朝的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呦，这么长，哪儿记得住啊？